村里拆迁，我家房子一夜被推平，村长扔了2000块，说是给我全家买棺材，我没拿到1分钱赔偿，全村却说我活该穷命，谁叫我家没背景？我怒了，偷偷收集证据举报，村长放话要弄死我全家，拆迁全面停摆，全村人围着我家门口砸砖头，说我断了他们发财路。半年后，我领到1000万赔偿，村长跪在地上喊我亲爹，村民堵满家门求我施舍。我叫宋铁柱，在省城工地上绑钢筋，干了10年了。那天凌晨2点，我刚收工躺下，电话响了，隔壁老孙头打来的，他声音在抖。铁柱，你快回来，你家的房子没了。我当时迷迷糊糊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，什么叫没了？房子还能没了？就是没了，推土机半夜开进来的，邻家院墙都没剩一块整砖。我一下子清醒了，连夜买了最早一班大巴票，6个小时一眼都没合，手一直在抖，我不知道是冷还是什么。早上9点我站在村口，我家3间正房带一个院子，我爷爷手里就有了，住了3代人，现在就剩一堆碎砖头，连个完整的墙角都看不到了。推土机的履带印子还在泥地上，又深又宽，从院子一直碾到了后墙。我妈蹲在砖堆上面，手里攥着一只碎了一半的搪瓷碗，那是她结婚的时候从娘家带来的，白底兰花，用了30年，碗底都磨光了。她看到我嘴巴动了2下，没出声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，明显哭了一夜。我爹站在旁边，嘴唇发紫，整个人跟木头一样杵着。他那件穿了多少年的军绿色棉袄上全是灰，袖子上还挂着几根碎木头茬子。我喊了一声爹，他张了张嘴，半天蹦出4个字：问贺满仓。我二话没说，直奔村委贺满仓。牛角湾村的村长，当了20多年了，矮胖脑袋圆，走路带风，说话嗓门比谁都大，在村里没人敢跟他犟嘴。我进村委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正翘着2郎腿喝茶，桌上摆着一套紫砂壶，还有半包软中华。看到我进来，眼皮都没抬。来了，坐。我不坐。我家房子谁推的？他慢悠悠放下茶杯，用盖子刮了2下茶叶沫子。铁柱啊，你家那房子是违建，8年前盖的时候就没批过手续，不信你去查，按规矩1分钱不该给，2000块搬家费是我自己掏腰包，你还想咋的？我家有宅基地证，那正是你爹自己刻的萝卜章盖的吧？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啊！旁边坐着3、4个人，有村委的，有看热闹的，全跟着笑。那个笑声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不是大笑，是那种看笑话的笑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手心里。贺满仓，你把我家房子推了，人都没通知一声。我妈半夜被惊醒的时候，连衣服都没穿整齐，光着脚跑出来的。贺满仓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铁柱，你要是不服，去告啊！法院信访纪委，随便你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你爹当年的事儿我还没跟他算呢。识相点儿，拿着2000块走人，你在外面搬砖也能活；不识相，你自己看看你家现在还剩什么。我没搭话，转头就走，回到废墟上翻箱倒柜，找那张宅基地证。我妈哭着说，证件都在扛屋柜子第2层抽屉里，推土机来的时候根本没搬东西的时间啊。他喊了一声让我拿几件衣服，那个开推土机的人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跟贺村长说去。轰隆一下就撵上来了，我趴在碎砖上用手刨了2个多小时，最后从碎砖头下面摸出一个铁皮饼干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的东西全被水泡烂了，可能是水管被砸裂了，水渗了进去。宅基地证只剩一个模糊的红印子，字迹全花了，身份证复印件糊成了一团纸浆。我拿着这个烂证件又去找贺满仓，他看都没看一眼。我说了，违建就是违建，你拿个糊涂了的东西来糊弄谁呢？他手一挥，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儿，我下午还有个会。走出村委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在窗户后面端着茶杯对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，那几个人又笑了。那天晚上我爹我妈借住在老孙头家，老孙头跟我家是几10年的邻居了，腾了一间柴房给我们。我睡不着，靠在院墙外面抽烟，隔壁屋里传来几个村民聊天的声音。宋来福也是活该，当年跟村长对着干，现在好了吧？就是人家贺满仓给2000块钱够可以了，要我1分钱都不给。一个女的说，我听说他连个媳妇儿都没有。几个人哈哈笑了起来。我攥着烟的手在发抖，指甲掐进掌心里捂。我妈在轻声哭，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怕让人家嫌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蹲在院墙外面，把那2000块钱掏出来，一张一张叠整齐，20张叠成一沓，塞回口袋，最里面掐灭烟头，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到。行，贺满仓，你牛！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了镇政府。拆迁办在2楼走廊上摆了一排塑料椅子，坐满了人，大部分是周边其他村的，也是来问拆迁的事。我排了4个小时，终于叫到号。一个年轻的科员坐在窗口后面，面前堆了一摞文件，他翻了翻，头都没抬。牛角湾村主角是吧？你们村的拆迁补偿方案上没有你家的名字。凭什么没有？补偿名单是村里报上来的，你去找你们村委会。村长说我家是违建，不给补偿。那个科员愣了一下，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材料，嘴巴张了张，又闭上了。那个表情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知道点什么，但是他不说。同志，你倒是告诉我，我家到底是不是违建？这个你需要去国土部门查，我这边只负责拆迁方案的执行。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。我又去了县信访局，排了1天队，从早上8点排到下午3点半，终于坐到了窗口前面。对面是一个中年女的，头发烫了卷，戴着个老花镜。她让我填了一张表格，在诉求那一栏，我写了
4个字：房屋被强拆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填完了吗？填完了，好，回去等通知。我说大概等多久？他说不好说，看情况。你留个手机号。我等了2周，每天都看手机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又跑去了。他翻了翻记录说，你反映的问题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处理了，你回去继续等。我说转到哪个部门了？他说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。我站在信访局门口，太阳晒得脑门疼，我才发现出门忘了带水，嗓子干得冒烟，但心里更干。这期间我爹出事儿了。那天推房子的时候，他站在外面淋了半夜雨。他本来就有老慢支，好几年没犯了，这下直接转成了肺炎，烧到了39度多，喘得上不来气。我妈一个人拦不住，打了120住院，8320光验血拍 CT 就花了1000多。我妈急得6神无主，她偷偷把那张存折取了出来。那笔钱我知道，她攒了6年的，说是给我以后娶媳妇用的，把存折塞到枕头底下。我在医院走廊上看到了那个存折，余额320块。我蹲在楼梯间里点了根烟，手在抖，不是冷。出了院我去找贺满仓要说法，他正在镇上一家饭店包间里请人吃饭，门没关严。我看到了桌上的2瓶茅台和一个穿西装的胖子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胖子是开发商的项目经理。我推门进去，贺满仓正夹着一块红烧肉往嘴里送，看到我筷子停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的把肉塞进嘴里嚼了2下。他对那个胖子说，王总您看，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闹事的，一家子穷鬼，给脸不要脸。他转过头对我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没看我谈事呢？我说我爹住院了，8300，这笔钱你得出，是你半夜推的房子，我爹在外面淋了一夜雨才得的肺炎。贺满仓用筷子指着我，宋铁柱，你搞清楚状况，你家违建拆迁是合法程序，你爹身体不好那是他自己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回头对胖子笑了笑，您放心王总，小事我处理。贺小龙从包间里面走出来了，贺满仓的独子30岁，比他爹高1头，闪了一头黄毛，脖子上挂着个金链子。他在县城开了一个建材店，全靠他爸的关系垄断了拆迁工地的建材供应。他拽着我胳膊把我拖出了饭店，在门口他拍了拍我的脸，不是打就是拍，用手掌拍了2下，那种拍法比打还恶心。铁柱哥，我劝你想清楚，我爸在这个村说一就是一，你告到天上去也没用，拿着2000块赶紧滚吧，以后别回来了。他凑近我耳朵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楚，你妈住在谁家你清楚吧，别让人家也不敢收留了。我一句话没说，回到老孙头家，发现老孙头坐在堂屋里抽闷烟，脸色不对。铁柱啊，叔不是不想帮你。他搓了搓手，不敢看我。贺满仓派人来说了，谁收留你们，补偿款减半。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借了一辆3轮车，把还没好利索的我爹和我妈拉到了自家废墟旁边，花15块钱买了一卷塑料布，找了4根竹竿，在碎砖堆上搭了个棚子。当天晚上就住进去了，风从塑料布底下灌进来，冷得骨头疼。我妈用捡来的旧棉被把我爹裹了2层，自己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吭。我以为这就是最低谷了，结果不是。第3天傍晚，我去巷子里倒水，隔壁王家老太太正在墙根底下骂街，贺满仓这个狗东西，我家那3间房赔了25万，扣了15万，说是什么公摊费到手才10万。我老伴去问了一句，让贺小龙那个畜生推了一跤，到现在腰还直不起来。他骂完看到我了，愣了一下，扭头就走了。但那些数字我记住了，扣了15万，不只是我一家。贺满仓对谁都在动手脚。那天晚上我蹲在棚子里，借着手机屏幕那点光，在一个红塔山烟河的背面写了几个字：王家3间房赔25万，扣15万。这是我收集的第一条证据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贺满仓心虚，不然他不会威胁每一个人闭嘴。心虚的人一定有软肋。收集证据这事，我想的比做的简单100倍。白天我在镇上工地干零工，搬水泥背沙子，一天120不包吃。晚上回来天一擦黑就出门，挨家挨户敲门。第一家老里头，门开了一条缝，看到是我，啪的关上了铁柱。你快走，别害我。第2家赵大嫂，门没开，从窗户里传出一句，贺满仓的人天天盯着呢，你找我干嘛？第3家张跛子门，缝里塞出来一只手，冲我摆了摆，你走你走，别让人看见。连续跑了1周，7、8户人家，没有一个愿意多说一个字。我蹲在巷子里抽烟，琢磨了半天，家里不行，换个地方。田埂上村东头有一片菜地，每天下午3、4点钟，那些老人会去地里干活除草、浇水、翻土。在田里没有隔墙有耳，我也去了，借口是帮人家翻地，一边翻一边大话，叔，你家拆迁赔了多少啊？起初人家不吭声，我就继续翻地，不着急，翻了半个小时，老李头先开口了，别提了，人一旦开了口，后面的话就拦不住了。他说他家4间房加一个敞篷，赔了35万，结果贺满仓扣了各种费，什么公摊费、绿化费、垃圾清运费，到手不到16万。他问费用明细，贺满仓说你想看明细，明细在这呢，指了指自己脑袋。赵大嫂是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跟我说的，他家院子里有一口老井，按规定应该单独算补偿。贺满仓直接一笔勾了，说地下的东西不算地上建筑。他说当时贺大军就站在旁边，他不敢多问。最离谱的是张跛子，他家紧挨着主路，位置是全村最好的，按面积按位置，他家应该拿的最多。结果贺满仓给他贴了一个危房的标签，说他家房子有安全隐患，赔偿直接砍了1半。张跛子腿不好，拄着拐去村委理论，贺大军在门口拦住他，一把推倒在地上，拐杖断了1根。张跛子躺在地上看着贺大军，说了句你不能这样。贺大军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脸，又是那种拍法，说了句叔你腿本来就不好，再摔一跤就得坐轮椅了，想清楚了再来。这些话我全录了，手机录音功能放在衣服口袋里，话筒朝外，手机内存只有2G，录完一段赶紧导出来存到 U 盘里。那个 U 盘是我在工地上一个工友扔了不要的，4G 读写都慢，但能用。
3周，6户人家数字加起来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光这6家被贺满仓吃掉的就超过200万，全村130多户，我都不敢往下算。但我不知道贺满仓已经盯上我了。他侄子贺大军在村口小卖部蹲了好几天，发现我每天傍晚往田里跑。贺满仓当天晚上就召了几个人到他家里开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全亮，我妈正在棚子里用酒精炉煮粥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很多脚步声。贺满仓带着5、6个人出现在棚子前面，他一脚把支撑竹竿踢倒了，塑料布整个塌下来，砸在酒精炉上面，锅翻了，粥洒了一地，酒精炉差点点着塑料布。我妈从塌了的塑料布底下爬出来，膝盖磕在碎砖上，蹭掉了一块皮，渗出了血。宋铁柱，贺满仓叉着腰站在那，你在我的地盘上搭违建，知不知道？我说这是我自己家的宅基地，他笑了，笑得很大声。宅基地上的房子都是违建了，你这个棚子就更是违建中的违建，3天之内自己拆了，不然我替你拆。我妈扑通一下跪在贺满仓面前，膝盖刚磕破了，还在流血，就那么跪在碎砖上。满仓哥，你行行好，给我们留条活路吧，我们没地方去了。贺满仓低头看着他，半天说了一句：桂兰嫂，你跪我没用，让你那个儿子别瞎折腾，我还能给你们留点脸面。他要是非得找死，那可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他转身走的时候，鞋底踩过了我妈的手指头，我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没看到，但我妈疼得缩回了手，4根手指头淤青了一片。我看着我妈的手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晚上我把录音又听了一遍，然后做了个决定，把东西寄到更高的地方去，但寄到哪里，信该怎么写？我初中毕业，连个正经的材料都组织不了，翻了一晚上手机，最后在一个普法短视频的评论区里找到了一个法律援助热线，打过去，接线的是个小姑娘，声音很年轻。我从头讲了一遍，她沉默了几秒，你这个情况建议先保留好证据，然后写一份书面材料寄到市一级的纪检监察部门。她教了我信该怎么写，开头写什么，正文怎么组织，附件怎么标注。我拿了根铅笔头记了满满2页纸。挂电话之前她说了句有什么进展可以再打这个电话。就在那几天，我爹跟我说了一件他藏了20年的事。当年村里把东边一块集体用地卖给了一个外面来的老板，那笔钱进了村账，但是数目不对。我爹那时候是村委的会计，他发现少了一大截，他拿着账本去了镇上反映情况，但镇上管这一片的那个人姓钱，是贺满仓的表哥，状没告成。我爹被踢出了村委会，从那以后全村人把他当透明的，没人跟他说话，没人请他吃酒，过年连个拜年的都没有。20年，儿啊，你爹没用，告了一辈子，什么都没告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红了，手在被子底下攥得紧紧的。我看着他，爹，20年前没告成是因为只有你一个人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他问我怎么不一样了，我没回答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不想让他觉得这辈子白受了那些罪。举报信寄出去了，市纪委1封，省信访1封。我把 U 盘里的录音拷了2份，一份放在信封里寄了，一份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，废墟东南角一条墙缝的最深处，手伸进去够到底才能摸到。周3下午，镇上来人了，一辆黑色桑塔纳，车牌是本市的，墙外面蹲了整整4个小时，蚊子咬了一腿的包。他们出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，贺满仓送到门口，满面笑容握手，还递了一根烟。那2个人接过烟夹在耳朵上，上了车走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第2天早上，村里的大喇叭响了，贺满仓那个公鸭嗓子从广播里面传出来，通知各位乡亲，因为个别人不顾大局，到处告状造谣，严重影响了拆迁的正常推进。开发商已经决定暂停施工，什么时候恢复要看那个人什么时候消停，大家的补偿款什么时候能拿到手，也要看那个人什么时候不折腾了。他没点名，但全村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。广播完了之后不到1个小时，我就感觉到了变化。村口小卖部门口的人看到我全扭过头去装没看见。下午我去打水，井边洗菜的2个妇女看到我来了，拎起盆子就走，走了还不忘回头瞪我一眼。当天晚上，咚，一块砖头砸穿了棚子顶上的塑料布，落在距离我妈脑袋不到1尺的地方，接着又是2块。我冲出去，外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听到有人跑开的脚步声。第2天一早起来，棚子门口多了一桶东西，粪水，臭气能把人熏吐了。还有人用红漆在旁边的砖头上写了几个字：害群之马滚出牛角湾。我妈出去收晾在棚子外面的衣服，其实就2件搭在竹竿上，刚一出去就被一群妇女围住了，4、5个人嗓门一个比一个大，就是你家那个搅屎棍，害得我们拆迁款拿不到手了。我家等着拿钱给娃交学费呢，是你家断了我们的活路。这个贱人还有脸出来，赶紧让你儿子滚，别连累全村人。有一个甚至上手推了我妈一把，我妈踉跄了2步，手里的衣服掉在了泥地上。有人朝我后背扔了一个泥巴疙瘩，啪的一声砸在肩膀上。我没回头，我去找之前在田里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，全翻了脸。老李头隔着门缝说，我什么都没说过，你别往我身上赖。赵大嫂在院子里喊，你录我音了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张跛子最干脆，把门锁了，从窗户里伸出头，你再来我就打110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王家老太太，就是那个之前在墙根底下骂贺满仓骂得最凶的，他现在站在巷子正中间，手指头戳着我的脸，你个祸害，你个丧门星，我老伴的腰刚能动了，你又来惹事，你是要让我们全家死绝才甘心吗？他骂完转身走了，走了2步又回来了，补了一句，你爹当年是个搅屎棍，你也是一个，龙生龙凤生凤，一家子都是这个德行。我站在巷子里，四面全是关紧的门，一个4、5岁的小孩从门缝里朝我扔了一颗石子，石子打在我小腿上，他妈把他一把拽进去了，他压低声音说了句别碰那个人，会起门关上。
我爹从医院回来了，不是好了，是交不起钱了，硬撑着出的院。他看到棚子外面的粪水和砖头，看到那几个红漆大字，什么话都没说，默默去废墟上找了块破木板，挡在棚子门口。那块木板上还钉着半截生锈的铁钉，是我们老房子的门框。晚上我听他在棚子里翻来覆去，一会儿咳嗽一会儿喘，咳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整个棚子都在抖。我躺着看着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呼响，月亮从破洞里照进来，很亮，亮得让人心里发冷。就在那个晚上，我出去倒泔水的时候，走到巷子口，一个黑影突然从暗处走过来，我本能的退了一步，那个人什么都没说，把一个小塑料袋塞到我手里，转身就走了，步子很快，身形很瘦，我看不清脸。回到棚子里，借着手机的光打开那个塑料袋，一张名片，一张纸条，名片上印着镇拆迁指挥部综合科周亚芬，纸条上只有一行字，圆珠笔写的，字很小，去查牛角湾村0783号地块的征地批文，原件和公示件不一样，字迹我不认识。我把名片和纸条看了又看，然后折好跟那2000块钱放在一起，塞进口袋最深处。我不知道这是陷阱还是什么，但在这个所有人都把门关上的夜晚，有人从暗处伸出了一只手，我抓不抓？我没得选。第二天我去了县城，国土资源局在县政府大院的东边，一栋灰扑扑的6层老楼，外墙上的瓷砖掉了好几块。我在1楼大厅转了20分钟，找不着北，到处是窗口，到处是排队的人，但每个窗口办什么业务我一个都看不懂。最后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写着公共查询的小窗口，前面只排了2个人，轮到我了。我说我想查一个地块的征地批文，窗口里面坐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正在剥橘子。你跟这个地块什么关系？我是这个村的村民。他让我填了一张表格，地块编号我照着纸条上的抄0783，填完交上去，看了一眼说你回去等吧，3到5个工作日。我等了3天没消息，又跑了一趟。这次我换了个说法，我说我想查一下我家宅基地的登记信息。他让我在旁边的自助查询机上自己操作，我对着那个触摸屏抽了半天，好不容易进了系统。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和数字，什么坐标，什么用地性质，什么规划红线，什么建设用地许可编号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大部分看不懂，但有一行我看懂了，征收面积87亩。我站在那发愣了好一会儿。牛角湾村拆迁的范围我太清楚了，我在那个村子住了18年，从村西头的老槐树到东头的河堤，从南边赵大嫂家的菜地到北边后山脚下的机耕路，整个拆迁区域我走了无数遍。我在工地上干了10年建筑，对面积的概念比一般人准。那片区域少说有130亩，多出来的40多亩去哪了？我掏出手机把屏幕拍了下来，手都在抖，拍了3张才拍清楚。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家在村东头，那片区域按地图来看，正好在87亩的红线之外，也就是说我家的房子根本就不在合法的征地范围内，它是被偷偷塞进来的。贺满仓推我家的房子，不是补偿多少的问题，是根本就是违法强拆。我站在国土局大厅里，后背全湿了。从国土局出来，我在县城找了一家奶茶店，2块5一杯的柠檬水，坐了一整个下午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，这不是补偿款的事儿了，这是一个大窟窿，比我想象的大100倍。我给法律援助热线打了第3个电话，还是那个小姑娘接的，我把查到的数字告诉了她，87亩和130亩差了40多亩。她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长到我以为电话断了，然后她说了一句话，你说的这些如果是真的，你手里攥着的不是维权材料，是一颗炸弹。她顿了一下，你自己小心。挂了电话，我在奶茶店里又坐了半个小时，炸弹我一个搬了10年水泥的钢筋工，手里居然攥着一颗炸弹。问题是我得找到实际的文件，光靠查询系统上的截图不够，我需要那份让40多亩地凭空出现在拆迁范围里的文件，是谁批的，谁签的字，走的什么程序，钱进了谁的口袋。我一个农民上哪弄这些东西去？我想起了那张名片，周亚芬镇拆迁指挥部综合科，他为什么帮我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也没工夫去想为什么，因为除了这条路，我前后左右全是墙。我拨了那个号码，电话响了4声接了，对面的声音很低，像是躲在什么地方压着嗓子说话。你是宋铁柱？是。你让我查的东西我查了，面积对不上，差了40多亩。他停了2秒，知道了，明天下午2点，县图书馆2楼阅览室，来的时候注意后面，别被人跟了。电话挂了，我看着那个通话结束的界面，心跳得很重。明天等着我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得去。从县城回村的路上，我坐在大巴最后一排靠窗，快到村口的时候，我习惯性的往外看了一眼。贺大军的那辆灰色面包车停在路边小卖部门口，他靠在车头上抽烟。大巴经过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跟着车窗转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我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我的每一步贺满仓都在看着。第二天下午1点40，我到了县图书馆2楼阅览室，人不多，几个学生低着头写作业，一个老头在看报纸，角落里有个姑娘戴着耳机在发呆。我在靠窗的位子坐下来，拿起一本随手摸到的杂志，装模作样翻着，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2点05分，一个穿灰色外套的女人走进来了，30出头，头发扎在脑后，手里提着一个帆布袋子，没有化妆，嘴唇有点干。她在我对面坐下来，确认的看了我一眼，宋铁柱。我说是，她没寒暄，直接从帆布袋里抽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的东西你看完了，把照片拍好，然后还给我。我没办法把原件给你，这是从档案室复印的，少了哪一页他们会查。我打开信封，4张 A4 纸，抬头写着补充协议，甲方是那个开发商公司，乙方写的是牛角湾村村民委员会，签字是贺满仓的名字，加了一个红戳。内容我有些地方看不太懂，但关键的数字我看懂了。在原批文87亩的基础上，实际征收范围扩大至132亩，新增的45亩由乙方负责完成清表和群众工作，甲方按约定价格另行支付费用，另行支付
付这4个字让我头皮发麻。这笔钱没有进村里的公账，我问他这钱去了哪里，他说了2个字：私账。贺满仓的私人账户，还有镇上一个人的人，哪个人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这份协议存在就够了。我把4页纸一张一张拍了照，每张拍了3遍，确保每个字都清楚，然后把信封还给他。我问他为什么帮我，他看着我眼神很平。贺小龙2年前砸了我家摊子，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稳。我老头子卖了15年的早点，就在镇上小学门口。贺小龙那天开着皮卡从旁边过，不知道谁的自行车倒了，碰到他的车，他下来就踹了我家的摊子，报警了，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调解赔了3000块，还是我弟弟签的谅解书。因为贺满仓给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，他站起来拎上帆布袋，我能做的就这些了，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。走到阅览室门口，他停了一下，没回头送铁柱，你小心贺大军，他这几天一直在盯你。他走了，我在图书馆又坐了半个小时，把手机里那4页照片反复看了3遍，每看一遍心跳就快1节。然后出门坐车回村，到村里的时候天快黑了，我放下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去那条墙缝废墟东南角，我把手伸进去摸了个空，我的手在石缝里来回刮了好几遍，指甲刮在石头上，钻心地疼，什么都没有，U 盘没了，我整个人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来。6户人家的证词录音，3周的心血唯一的原始证据全没了。我疯了一样在废墟上翻，扒砖头掀石板，手被碎砖头割了好几道口子，血糊了一手，什么都没有。正翻着，电话响了，我妈的声音在抖，铁柱你快回来，你爹在村委大院跪着呢。我扔了手里的砖头就往村委跑，远远就看到了我爹跪在村委院子正中间，面前放了一张旧桌子，桌上整整齐齐码着那20张红钞票，2000块。贺满仓坐在桌子对面，翘着2郎腿，端着紫砂壶，慢悠悠的喝。旁边站了7、8个看热闹的村民，有人抱着膀子，有人在笑。贺大军站在角落里，叼着烟，一脸无所谓。我爹的声音沙哑，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。满仓，我求你了，别为难铁柱了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全村人跪下，我们不告了，不告了，行不行？2000块我还你，我们走，离开牛角湾，永远不回来了。贺满仓放下紫砂壶，来福哥，你看看，你不是挺明事理的吗？早这样多好。不过光跪我不够，你还得跟乡亲们道个歉，毕竟你儿子耽误了大家的拆迁款，乡亲们心里有气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，轻的像在聊家常。我冲过去扶我爹，爹你起来，他不起来，他使劲甩开我的手，铁柱，你别管我，你别管了，咱们斗不过他的，你爹斗了20年了，斗不过的。他的膝盖上全是灰和血，裤子跪穿了一个洞，不知道跪了多久。我蹲下来看着他的脸，满是皱纹，老了好多好多，比半年前老了10岁不止。我扶他站起来，然后转头看向贺满仓，他正在笑，那种赢家的笑，那种高高在上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的笑。我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贺满仓，你让我爹跪你。好，我记住了。然后我扶着我爹走了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威胁，没有回头。我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目光，但我没回头。后来有人跟我说，我走了以后，贺满仓的笑僵了1秒，他盯着我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了句，这小子眼神不太对。他说不上来我的眼睛里是什么，但他觉得不舒服。接下来几天我消停了，是真的消停了，每天天不亮出门，去镇上工地搬水泥、卸车码砖，一天120，干到天黑。回来之后给我妈做饭，看我爹吃药，然后钻进棚子里躺着，不出门，不跟任何人说话，不去田里，不打电话。贺满仓派贺大军盯了我3天，贺大军跟他汇报，那小子每天就干活回家，干活回家，跟个牲口似的，老实了。贺满仓松了口气，他在村里走路又开始哼小曲了，逢人就笑。在小卖部门口蹲着的时候还跟人说，我就说嘛，蚂蚁撼不了大象。他以为他赢了，但他不知道我每天搬水泥的时候脑子里在转什么。第一件事，那份补充协议的照片在手机里，手机这东西太脆了，可能被偷，可能掉水里，可能摔坏，我得备份。镇上有一家打印店，在邮局隔壁，我花了3块钱把4页协议照片打印出来了，2份1份折好塞在工地上。我铺位底下床板的缝隙里，1份放在镇上长途汽车站的寄存柜里，投了2块钱硬币，拿了把钥匙串在裤腰带上。第二件事，录音没了，U 盘被偷了，但人还在，信息还在我脑子里。老李头4间房加敞篷，赔35万，扣到16万，赵大嫂。老井补偿被勾掉，张跛子危房标签砍了一半。王家3间房赔25万，扣15万。还有另外2户，名字、门牌号、金额、被扣的理由，我花了2个晚上把这些全写在了纸上，尽量写得有条理一些，按照那个法律援助的小姑娘教我的格式。字很丑，好几个字还写错了，又划掉重写，但数字是对的。第3件事也是最关键的，上次寄信的路子走不通了，市纪委那封信石沉大海，省信访那封也没任何动静。小姑娘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你试试直接去省纪委信访窗口当面递，当面递有记录，有人签收，不容易被压下来。省城坐长途汽车要5个小时，我跟工头请了2天假。工头看了我一眼，铁柱，你家是不是出事了？我说家里有点事要处理，他没多问，扣了我2天工钱。我带了写好的材料，带了协议复印件的打印件，带了手机里的照片截图。早上6点的车坐了5个小时，中途停了2次，到省城的时候快中午了。我站在汽车站出口傻眼了，我连省纪委在哪都不知道。问了出租车司机，他说长生路守号，打车40多。我坐了公交，倒了2趟，走了1站多路，到了门口，一栋大楼门口有保安和安检。我穿着工地上的旧夹克，裤腿上沾着水泥点子，鞋底的泥还没干。
你干什么呢？我来递信访材料的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，他接过去看了看，又抬头打量了我一下，然后让我进去了。1楼大厅，信访接待窗口，排队的人比我想象的多，从门口排到了走廊拐角。我排了一整天，从上午11点排到下午4点20。中午饿了不敢走开，站着啃了一个早上在车站买的馒头。终于到我了，窗口里面坐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脸很严肃，头发有点秃顶。他接过我的材料，先用很快的速度翻了一遍，然后翻回来了，停在补充协议那几页上。他的表情变了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你等一下。他拿着材料进了后面的屋子，大概2、3分钟，出来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人。那个人年纪更大一些，穿白衬衫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。他坐到了窗口前面，把我的材料从第1页看到最后1页，然后开始问我问题，问得非常细。那45亩的差额你怎么发现的？我去国土局查的。你家的房子在那45亩范围内，是强拆的时候有没有出示任何文书？没有。半夜来的，连个通知都没给。这份补充协议是谁提供给你的？我想了一下，一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追问，又看了10来分钟材料。最后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。你回去吧。他说近期可能会有人下去核实你反映的情况，在这之前不要做多余的事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过这里，明白吗？我点了点头。走出大楼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了。省城的马路很宽，车灯一排排递过。我站在台阶上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去汽车站买了末班车的票，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，靠着墙睡着了。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家里的老房子还在。我妈在院子里晒被子，我爹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抽旱烟，枣树上挂着青枣子，阳光暖和和的。醒来的时候车子正好进站，窗外是灰蒙蒙的县城。我擦了擦眼角，也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。回到村里第3天，一辆挂着省 A 牌照的黑色帕萨特停在了镇政府大院里。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我知道的时候贺满仓还不知道，他还在村委办公室翘着2郎腿跟人吹牛。那个姓宋的小子总算老实了。我就说嘛，在我的地盘上蚂蚁翻不了天。调查组进驻镇政府还不到2个小时，整个牛角湾村就炸了锅。也不知道谁第一个看到的，可能是在镇政府门口卖水果的那个婆婆，也可能是去镇上办事的哪个村民。反正到了中午，村口小卖部门前蹲了一堆人，嗡嗡嗡的，全在议论。贺满仓知道消息的时候是中午12点半，贺大军给他打的电话，爸不对，镇上来了几个人，开的省里的车。贺满仓当时正在吃午饭，一碗面条吃了一半，筷子放下了。他开始打电话，第一个打给镇上那个副镇长，没人接；第2个再打，还是没人接；第3个打给县里一个他认识了10几年的科长关机，第4个响了2声接了，对面说了句开会呢，回头说。嘟嘟嘟挂了。第5个占线，第6个无法接通，6个电话一个都没打通。贺满仓坐在沙发上，手机攥得发烫。他老婆从卧室出来问怎么了，他吼了一声滚。下午2点，2辆车从镇上开进了村。前面是那辆黑色帕萨特，后面跟了一辆银灰色的别克，下来了4个人，2男2女穿便装，但一看就不是村里的人。他们没去村委，径直走到了我家的废墟前面，拍照测量用卷尺量了一遍又一遍。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专业的仪器对着地面扫了半天，另一个人拿着一份文件对照着废墟的位置在上面做标记。这些我都是听我妈说的。她说来了几个穿便装的人，在咱家那废墟上转了1个多小时，问他房子什么时候拆的，有没有人提前通知，有没有收到任何补偿文件，拆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场。我妈老实，人家问什么她答什么，答着答着就哭了。那几个人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的回头看了我妈一眼，表情说不上来。当天下午4点，调查组通知贺满仓到镇政府配合了解情况。贺满仓换了他衣柜里最好的白衬衫，还打了领带。他老婆说他出门前在镜子前面站了2分钟去了，回来的时候那件白衬衫后背全湿透了，领带歪了也没顾上整，他什么都不说，把自己关在屋里打了2个多小时电话。他老婆贴着门偷听了几句，大部分他听不太懂，但有一句他听清了。贺满仓在电话里说，老钱你不能不管我，当年那事儿你也有份的。对面好像说了什么，然后贺满仓的声音突然变了，变得很急。什么叫你管不了？你管不了，谁管得了？那天晚上他饭没吃，茶没喝，烟抽了2包半。第2天调查组开始逐户走访，不只问我家的事，他们在问每一户补偿多少，签约过程怎样，有没有被施压，有没有人让你签什么东西，签的时候自愿吗？同一批问题。1个月前我去问的时候，所有人把关了。现在呢，老李头哭了。赵大嫂把贺小龙推他老伴的事说了，说的时候越来越激动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几乎在喊。让跛子交出了一张收据，上面写的补偿金额和他实际拿到手的差了整整12万。他说签的时候贺满仓告诉他那些是公摊费、清运费、复耕基金，他当时不懂就签了一户一户的，像拧开了一个阀门，堵了不知道多久的水哗的出来了。第3天，贺大军叛变了，他自己去了镇上，找到调查组说了一句话，我愿意配合，但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。他说了很多，具体说了什么我不清楚。但贺满仓知道之后，把家里客厅那台47寸的电视砸了。他老婆说那天晚上他在屋里来回走了3个小时，像困兽。第4天，开发商那边动作比谁都快。项目经理连夜飞到省城，委托律师把那份补充协议的原件交给了调查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公司是被贺满仓胁迫的。鬼话连篇，但调查组拿到了原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一个靠恐惧运转了20年的系统，一旦有人从外面戳了个洞进来，里面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谁都怕被留下来当最后一个。贺满仓花了20年建起来的东西，4天塌了一大半，而我这4天什么都没做，每天照常去搬水泥回来做饭，看我爹吃药。但我能感觉到村里变了，以前从村口走过，所有人绕着我走，现在有人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了。铁柱啊，吃了没？铁柱回来了。
还有人凑过来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是不是认识什么人啊？”我什么都不说，就笑笑。第5天下午，贺满仓被正式通知接受进一步调查。他从村委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，夕阳打在他脸上，门口围了一圈人。我正好从村口走过来，肩上扛着一袋水泥，浑身灰扑扑的。我们对视了1秒就1秒，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扛着水泥从他面前走过去了。他站在原地，嘴角抽了一下。我爹当年查到的那个窟窿，外地款少了一大截，现在有了新的证据链。镇上那个副镇长姓钱的，就是贺满仓的表哥，他反应最快。调查组找他谈话的当天下午，他就开始四处放风。我和贺满仓只是正常工作关系，他个人的问题我完全不知情。贺满仓知道了之后，在家里摔了一个紫砂壶，就是他平时宝贝得不得了的那个。他说20年了，我喂了一条白眼狼，但他已经顾不上骂人了，因为贺小龙出事了。调查组进村第6天，贺小龙在县城喝了酒，开着那辆黑色皮卡撞了一个夜市的烧烤摊子，桌子倒了，椅子飞了，有个客人胳膊上被玻璃划了一道口子。贺小龙下车之后，不但不道歉，还推了摊主2把，骂了一堆难听话。巡逻队正好路过，当场带走了。以前这种事，贺满仓最多一个电话的事，他拨了号码响了10几声，接了对面听完他说的事，沉默了3秒。老贺啊，你现在自己的事还没搞清楚呢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你儿子这回的事，我劝你别伸手了，免得越搅越浑。啪，挂了。贺小龙在拘留所里给他爸打电话，哭着：“爸，你快来捞我啊！我在这吃不好睡不好，有人欺负我。”贺满仓攥着手机，声音嘶哑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我自己都快顾不上了。”但最狠的一刀不是从外面捅进来的，是从里面。全村都知道贺满仓有一个老相好，村东头的陈婶寡妇，比贺满仓小8岁，2个人好了12年。贺满仓许了他一套回迁房，但陈婶前几天从别人嘴里听到了一件事，在镇上开美甲店的，30出头的。陈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剁猪草，菜刀把案板砍出了一道印子。调查组第3次约谈他的时候，他把什么都说了，不光说了，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包了3层旧布的本子，一本手写的账，12年哪年哪月，贺满仓给了他多少钱，从哪来的，经过谁的手。他甚至还贴了几张银行转账的小票，用透明胶带粘得整整齐齐。他把本子交给调查组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“他骗了我12年，他要是不要脸，我也不给他留。”调查组的人翻开那个本子，翻了几页之后，互相对视了一眼。后来有人说，光这个本子涉及的金额就有100多万。消息传到贺满仓那里的时候，他坐在沙发上愣了很久，然后轻轻说了3个字：“这贱人。”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了，该跑的跑了，该咬的咬了，该交出来的交出来了。他在这个村当了20多年的土皇帝，靠的不是本事，不是能力，靠的就一样东西，所有人怕他。现在没人怕了，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村里的空气每天都在变，先是有人在路上看到我，远远点了个头，然后赵大嫂拎了一袋红薯放在棚子外面，人没进来，放下就走了。后来是王家老太太，她端了一碗鸡蛋面放在棚子门口，面还冒着热气，她站了几秒想进来，但没进来，放下碗走了2步，又回来了，张了张嘴，但还是没说出来，又走了。我妈看到那碗面想端进来，铁柱你看，王婶给咱送面了。我看了一眼那碗面没动，妈放那吧，我不饿。我妈看了看我没说话了，她懂，当初扔砖头的那双手和端面条的这双手是同一双手。我不是不饿，是咽不下去。贺满仓被带走那天是个星期二，早晨6点多，天刚亮，雾还没散，整个村子灰蒙蒙的。2辆车停在他家大门口，4个人下了车进了院子，5分钟后出来了，中间夹着贺满仓，他穿着睡衣，深蓝色的，胸口印着个什么牌子的标，看不清拖鞋，也没换棉拖鞋，踩在湿漉漉的泥地上，走2步打一个滑。他老婆从屋里追出来了，边跑边喊：“你们不能抓他，他是村长，他为村里办了多少事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是村长。”没有人回头，车门开了，贺满仓低头钻了进去。在他低头的那一瞬间，我后来听人说，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不是冷静，是空白，像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样。车门关上了，车子从村里开出去，全村人站在路两边看着，有人拿手机偷偷拍，有人小声嘀咕，大部分人面无表情。车经过我家废墟的时候，就是他半年前半夜推平的那个地方。贺满仓在车窗后面偏了一下头，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。我不在，我在镇上搬水泥，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。她说看到车开过去了。贺满仓在车窗后面，头发乱乱的，衣服也皱了。我问了一句，他什么表情？我妈想了想，没什么表情，就是老了，一下子老了好多。我没再问了。贺满仓被带走之后，事情快了很多，因为涉及违法征地和违法强拆，我家的情况不是按普通拆迁补偿走了，是按国家赔偿标准，强拆赔偿金、精神损害赔偿、安置过渡费，还有违法征地造成的财产损失，一项一项算。认定书下来那天，我在镇上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让我去县里签字。办公室里一个中年女的把文件推到我面前，逐条给我解释了一遍。她说完之后看了我一眼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？我没有问题。我的问题在半年前就全部被回答了，只是回答的方式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签完字出来，我站在县政府大院的台阶上，太阳很大，我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天，那个数字是一个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。我没跟任何人说。拿到认定书那天晚上，在棚子里我把认定书递给了我爹，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副老花镜，断了一条腿，用胶带缠着，凑到手机灯光底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看得很慢，大概看了有5、6分钟。看完了，他把认定书递回给我，什么话都没说，转过身去了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我知道他在哭，不是高兴，是攒了20多年的委屈，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了。我妈不太识字，她问上面写的啥，我把大概意思告诉了她。她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问了一句话：“铁柱，咱家能重新盖房了吗？”我说能。她点了点头，然后去收拾棚子角落里堆着的衣服，动作很慢很慢，像是怕动作太快会把这个好消息弄醒。我站在棚子外面抽了根烟，
说实话，我以为到这一天我会很痛快，但真到了，我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。我爹的肺没好利索，走快了就喘，上个坡都得歇2次。我妈的头发白了一半，半年前她还没有这么多。我自己28岁，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像38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该来的来了。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我没想到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，可能是县里办事的人说了，可能是镇上协调组的人提了一嘴。第二天一早，棚子外面就有了动静。我掀开门帘，5、6个人站在那儿，表情我太熟悉了，讨好的、为难的、躲闪的。当初我拿着录音找他们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表情，只不过那时候他们在往外推我，现在他们在往里挤。铁柱啊，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我把门帘放下了，但我知道人只会越来越多。第2天来了10几个，第3天来了20多个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贺满仓倒了之后，原来的拆迁补偿方案全废了，上面派了新的协调组来重新核算，但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，当初贺满仓让他们签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自愿降价书、补充协议、各种名目的减免确认单，里面的条款全是给他们挖的坑。他们想推翻这些东西，想重新争取合理的赔偿，但谁来牵头？新协调组是上面派来的，谁也不认识。调查组信任谁？全村130多户人家，唯一一个站出来干过扛过，被事实验证了说的是真话的人就是我，所以他们来了。我说清楚，他们不是来道歉的，他们是来用我的。第一批来的是几个老人，平时不算坏的那种。当初我被全村围攻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把门关上了，没出声，不算帮凶，但也没伸过手。他们说话小心翼翼，脸上堆着笑，那种不太自然的带着讨好的笑。铁柱啊，你看这事儿你能不能帮大家出面跟协调组说说？你现在说话有分量了。我听他们说完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长到他们开始互相看对方。你们去找协调组吧，我管不了全村的事。他们讪讪的走了。后面来的人变了，带了东西，鸡蛋、花生、1条腊肉、2瓶菜籽油，全是村里能拿得出手的好东西。我认出来几个人的脸，这个是当初泼粪水的，那个是围着我妈骂的，那个拿了我棚子前面写害群之马那几个红字的。现在他们站在我面前，端着鸡蛋、花生、腊肉，脸上挂着笑。铁柱啊，以前的事都是贺满仓挑的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我站在棚子门口看着他们，当初往我家泼的那桶粪水比这些鸡蛋沉多了，他们脸上的笑僵住了。端回去吧，我吃不下。没人说话，他们默默把东西端走了。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回了一下头，嘴巴动了动，但最终没说出来。但最重的一场在第3天下午，一个女的拉着一个4、5岁的小孩出现在棚子前面。赵崔和小龙的老婆，贺小龙判了不轻，醉驾加故意伤害，加上后面翻出来的一堆烂账，够他蹲好几年的。赵崔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里彻底没了靠山，公公被抓了，老公被判了。婆婆跑了，她当初是骂我妈骂的最狠的那个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我妈从棚子里出来收衣服，赵崔正好走过，她站在那看了我妈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你活该命苦，穷鬼就该住棚子，就是她说的。当着我妈的面，我妈没吭声，回到棚子里坐了1个下午。现在赵崔跪在我棚子门口，拉着孩子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铁柱哥，我家小龙出事了，嫂子求你了，我和孩子没人管了，你帮嫂子跟上面说说情，求你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磕头，额头碰在地上，砰砰响。那个小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妈跪在地上，眼睛圆圆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站在棚子门口，低头看着赵翠。赵翠她抬头看我，半年前你让我妈住棚子活该，你还记得吗？她脸刷的白了。我妈跪在你公公面前求留条活路的时候，你站在旁边，你笑了，你记得吗？她开始发抖，浑身发抖。你现在跪在我门口，我停了一下，你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吗？我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转身进了棚子，门帘放下了。赵翠跪在外面哭了半个多小时，声音从大变小，最后变成了抽泣。那个小孩始终站在旁边，一只手抓着他妈的袖子。后来赵翠站起来了，拉着孩子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孩子回头看了一眼我的棚子，那个眼神，算了。后来又来了几拨人，有真心来认错的，有走过场的，有试探的，我都没怎么搭理。不是记仇，是那些画面太清楚了。粪水的味道我到现在闭眼就闻得到。我妈被人围着骂的时候，缩着肩膀不敢出声的样子，我这辈子忘不了。所有人都走了，天快黑了，我在棚子里坐着没动。我妈突然起身，从棚子角落翻出一个塑料袋往外走。我说妈，你去哪？她没回答。20分钟后回来了，塑料袋空了。我说你去了哪？她站在棚子门口，夕阳照在她身上，头发白了一半。她说我把咱家存的那袋米送给赵翠了。我说啥？她不看我，低着头搓着围裙上的一个泥点子。那个小娃娃还小，大人的事跟孩子没关系。我看着我妈看了很久很久，最后说了一个字，新房子赔偿款到账那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带我爹去省城看病，挂的呼吸科专家号排了半天队。大夫看了片子说肺里面有几个小结节，加上老慢支的底子，没法根治，但好好养着，按时吃药，不会恶化。我爹坐在诊室里听完，第一句话是：大夫，这个号挂多少钱？大夫说300。我爹嘴角抽了一下。我说爹你别管，咱有钱了。他就没再说。从医院出来，我爹走在前面，走得很慢，他现在走快了就喘。他在省城的马路上东看看西看看，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小孩。我问他在看什么，他说这路真平，回了村，在原来的宅基地上找了施工队，开始盖房，我自己也上手干。
钢筋工绑了10年了，盖自己家的房子算什么？盖房子的过程我不想说太多，但有几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。我妈每天给工人做饭，10个人的量大锅菜、馒头，有时候蒸一锅包子。她一边和面一边哼歌，那种谁都不知道调子的小曲，好像是她年轻时候听的什么民歌。她已经好多年没哼过了。我爹每天搬一把小板凳坐在工地旁边，干不了活了就看着偶尔说两句。那个墙歪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水泥再给厚一点，省那点钱干嘛？工人们笑他，老爷子您还挺懂的。他也笑，那个笑容我好久没见了。地基打好那天，我干了一件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2000块钱，贺满仓当初扔给我的那2000块，20张红票子，我一直带在身上，半年了，摸着都卷边了。我一张一张数了一遍，然后用塑料纸包好，放进一个铁皮饼干盒子里，就是当初我在废墟里刨出来的那个。把盒子放在地基正中央的位置，浇上混凝土，封死了，谁也看不见了。我没告诉任何人贺满仓的事后来怎么样了。说起来也简单，违法征地、贪污受贿、强拆，加上20年前那笔集体用地的旧账，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，数罪并罚，贺小龙也判了不轻。贺满仓的老婆后来搬走了，去了他娘家，再也没回来过。他们家那栋全村最气派的小洋楼，现在铁将军把门，院子里的草长了半人高。村里的拆迁在新协调组主导下重新推进了，补偿方案白纸黑字贴在村委公示栏上，每一户的面积、金额、计算方式、扣减项目全部公开。有人拿到的比以前多了不少，有人差不多，但至少没人再被吃掉一大半了。有几个村民来找我说要感谢我，我说谢我干嘛？你们自己的钱本来就是你们的。他们站了一会儿走了。新房子盖了2个多月，完工那天是个大晴天，2层小楼红砖白墙，不算大，但够住了。院子里有一棵枣树，老枣树，当初推土机推房子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手下留情了还是位置正好错开了，反正它活下来了，现在被圈进了新院子里，上面挂了不少枣子青的，还没熟。搬进去那天，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辣子鸡、红烧肉、凉拌黄瓜、排骨汤，就我们3个人吃。我爹说要喝2两，我妈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喝，他说就今天就2两，我给他倒了。他端起杯子的时候手还在抖，但他喝了一口干的，然后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嚼了很久。吃完饭我帮我妈洗碗，他在厨房里突然说了一句：铁柱，这个厨房比以前的大。我说他又说灶台也高了，不用弯腰了。我说他低着头洗碗半天没说话，然后说了第3句：铁柱，我想你奶奶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他说你奶奶要是还在，看到这新房子，他没说下去。我说妈别洗了，我来。接过他手里的碗，他出了厨房，我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声音，不是哭是叹气，长长的一口把攒了半年的气全吐出来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准备出门接了一个新活，给隔壁镇一个工地做钢筋。走到门口看到邮箱里有个东西，一封信，白信封，上面写着送铁柱收，没有寄信人，没有邮戳，是有人直接塞进去的。我拆开里面一张白纸，上面就写了4个字：你爹没白活。字迹我不认识，但我在哪里见过这个笔迹？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然后把信折好放进口袋，以前那2000块钱待的那个口袋，但那2000块已经不在了。它在这栋新房子的地基下面，在最深最深的地方，谁也看不到，但我知道它在哪。我骑上电瓶车准备走，我妈从院子里喊：铁柱，中午回来吃饭不？我回头回，电瓶车拐过村口，消失在路拐弯的地方。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有一只鸟在叫，我妈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这日子总算是过来了。